人在海上被困了3天3夜，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，竟发现自己飘到了一座小岛的岸边。他连忙登上小岛，然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冲进了小树林。很快，男人发现了一滩浑浊的小水沟，接着他3步并作2步，趴在地上就开始大口喝了起来。可当他喝饱以后，却惊讶地看到了一排房屋，男人顿时紧张不已。随后他悄悄趟过河面，接着掏出一把匕首警戒起来。但当他仔细搜索一圈后，才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人。可看着刚晒好的渔网以及新建好的墓碑，这就表明肯定有人在这里居住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里不仅有人，而且还是一个特殊的女人。正当男人疑惑时，一座教堂的出现却让他若有所思。随后便来到了教堂门口，这时一个打扫卫生的修女走了出来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气氛瞬间就凝固了。本以为饥渴的男人会有什么动作，不料他却是在修女惊讶的目光下，直接走进了教堂，随后就倒在墙角沉沉地睡了过去。等到深夜，男人迷迷糊糊的醒了，但眼前的一切却惊得他大惊失色，连忙冲上去打掉了修女点燃的蜡烛，接着严厉训斥他这找死的行为。起初男人以为修女是个白痴，没想到小丑竟是他自己。原来他已经在海上漂了很远，早就脱离了战场，自觉有些尴尬，男人便转移话题，让修女给他弄点食物。毕竟在海上漂了好几天，他现在可是饿得不行了。很快男人吃光了眼前的食物，但肚子却还只是垫了一个底。随即他又让修女再去拿一些吃的，不料修女却表示他已经吃完了所有的食物，自知害得修女饿了肚子。男人随即便在树上摘了一些野果作为补偿，但仅是这些还远远不够。于是男人又砍下几根竹子，做成长矛准备狩猎。突然一声猪叫打断了男人手上的动作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正想上前查看，不料却发现了一个天然洞穴，而野猪的声音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男人赶紧爬进去，不成想野猪趁他没注意，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他赶紧追了上去，但出来时却什么也没发现，本以为要饿肚子，然而修女却惊喜地发现了新的猎物。只见顺着他所指的方向，海面上竟然有一只海龟正在晒太阳。经过2秒半的思考，男人顿时就打上了他的主意。接着男人带着修女拖着皮筏艇向着海里冲去，没一会他们就滑到了海龟的位置。接着男人用绳子套住海龟，本以为他们马上就能饱餐一顿，没想到海龟却是个老六，突然加速把男人直接拖下了船。在陆地上海龟那是真的龟，但在海里这家伙的双腿犹如加装了电动小马达，噗呲噗呲带着男人在海里窜了老半天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修女在船上都快被急哭了。就在这时，男人突然从海里冒了出来，他的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根绑住海龟的绳子。修女赶紧从男人手里接过，然后把绳子套在船上，接着又把男人从海里捞上来。而此时的海龟虽然在不停地挣扎，但却始终都没有办法逃脱。没一会，他就成了别人的盘中餐。然而就在两人吃得满嘴流油时，天空竟出现了一架侦察机。男人想也没想，拉起一旁的树叶盖在自己与修女的身上。等飞机飞走后，男人赶紧告诉修女，这里肯定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因为刚刚的飞机是日军的侦察机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有大量的鬼子在这里驻扎。没过几天，两人在山顶看见了一艘鬼子的战舰，紧接着数艘皮划艇就朝着小岛直奔而来，没过多久就把这里给占领了。这下两人不再心存侥幸，连忙钻入洞穴隐藏起来。随后他们便在之前的洞穴里住了下来。虽然他们的安全暂时得到了保证，但食物却是一大难点。于是男人就想在海里抓点鱼，不料小鬼子机警得很，不停地在海岸边一直巡逻。然而男人也不简单，最后还是在海里钓了一条鱼，但修女却对眼前的生鱼肉犯了难，她强忍恶心塞进嘴里，不料还没嚼2下，就跑到一边跃个不停。男人看在眼里，心里有些不忍，于是趁夜偷偷摸进鬼子的仓库。可刚进来，男人就发现鬼子在跳招魂舞，见到他们正在自娱自乐，男人高兴还来不及，赶紧把货架上的东西装进自己口袋。很快他就搞了一大包，然后正准备离开，不料却差点被小鬼子堵个正着。还好男人机敏过人，迅速爬到货品的上面隐藏。本以为小鬼子拿了东西就会离开，不料中途又来一个。然而更糟糕的是，两人竟突然来了兴致，搬出棋盘就要大战300回合。此刻男人心里有1万只在狂奔，但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没一会，2头鬼子过完了棋瘾就离开了仓库。男人抓紧机会想从后面离开，不料门却已经被反锁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冒险走前面。可刚推开门，就看到一只鬼子正躺着在睡觉。没办法，男人只好谨慎地退回仓库，但他不会知道，接下来的危险还仅仅是个开始。直到天亮，男人这才好不容易溜了出来，但刚好又碰到了鬼子正在集结。本以为男人会缩回去，没想到他竟然从鬼子身后绕过去，然后再躲到点将台的后面。没一会，鬼子军官也来到点将台，然后对着木桩就是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。突然哨塔似乎看到了什么，连忙开始大声示警。男人以为自己被发现了，不过鬼子的目标并不是他，而是不远处的斜坡。很快，一声枪响传了过来，可此刻的男人非但没有放松，反而还更加谨慎了。紧接着，小鬼子提着一头野猪，兴奋的就跑了出来。男人看着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，连忙快速逃离了这里。与此同时，刚刚的枪声也传到了修女这里，她以为男人不幸遇害了，绝望的她抱着耶稣准备下山投降，不料刚走到半路，却跟男人迎头撞上。修女提着的心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连忙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但男人没有细说，而是兴奋地把修女拉进了山洞，接着就开始一件一件地展示她的战利品。怎料修女不仅没有一点高兴，反而责怪男人背着她去干这么危险的事情。男人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些莽撞，于是趁着修女睡着，悄悄做了一件礼物。等到第2天，
修女一觉醒来就看到摆在眼前的一件东西，不用她猜，这肯定是男人为她准备的礼物。接着修女好奇地打开，却意外地发现这居然是一把做工精美的梳子。对于一个时常打理头发的女人来说，这简直就是难以拒绝的礼物。 You like it? It's beautiful, Mr. Allison. 随后，男人在聊天中得知，原来修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修女，因为被迫留在了这座荒岛，她还没有机会向上帝发下誓言。然而，相比修女的失落，男人却表现得很是高兴。就在他幻想着以后跟修女生活的时候，洞外却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击声。两人爬出洞外一看，发现遥远的海边正响起激烈的战斗声，紧接着无数的战斗机还从他们的头顶呼啸地掠过。再看小岛下方，小鬼子们正在欢呼，似乎在庆祝他们的战争即将大胜而归。身为曾经的海军陆战队，男人猜测这肯定是盟军跟小鬼子干上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呆呆地看到了深夜。然而这场激烈的战斗还在继续，爆炸的火光甚至都染红了半边天空。第二天，男人突然发现小岛上的鬼子全都不见了，他连忙把这好消息通知修女，然后就跑进了鬼子的营地。等修女赶来时，男人竟然消失不见了。起初他还很担心，但看到男人居然跟他玩起了躲猫猫，修女瞬间就被逗乐了。再加上没了鬼子的威胁，他也跟着男人高兴地玩闹了起来。这天，男人把许久没刮的胡子给剃了，接着还在水里美美的泡了一个澡。然而他这么做可不是突然来了什么兴致，而是有一件终身大事。随后，男人来到修女的面前，然后小心地告诉她自己的倾慕之心。Yes, Mr. Allison. I never loved anything or anybody before. I never even lived before. So why don't I ask you to marry me? 男人话说得很保守，因为他不想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一个轻薄之人。本以为修女跟他经历了这么多，就算嘴上不答应他，也会在心里默认自己的追求。不料对方侍奉上帝的心智坚定，非要成为修女。No, Mr. Allison. You see, I've already given my heart. 男人顿时哑口无言，但又不好让修女担心自己的失落，于是强行掩饰自己的尴尬，接着独自来到海边散心。然而这时修女也跟了过来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男人却抢先道歉了，希望修女忘掉他之前说出来的胡话。随后他就表现得满不在乎的样子离开了。但男人没看到的是，修女听他说了这些话后，情绪似乎有些失落。当晚，修女在鬼子的米袋里发现了一样物品，随后她就交给男人查看。然而就是这件东西，却给她带来了天大的麻烦。接着，男人打开一看，竟发现这是一瓶酒。于是他高兴地给修女也来了一杯。接着两人就开始对饮。起初男人喝酒后还很正常，但随着酒瓶慢慢见底，男人再也管不住自己的嘴，把所有对修女的感情全部发泄了出来。If my guys were coming, they would have been here by now. Now what's the point of being a men if we're all alone? Can't, can you? Because there ain't no point. We don't belong to nothing beyond this island. All we got is it and each other. 男人越说越激动，修女也越发纠结。她跟男人这么久的相处，怎么会没有一点感情？但她之前就已经发过侍奉上帝的誓言。眼看修女濒临崩溃的边缘，男人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冲动，连忙上前安抚修女的情绪。没想到对方一闪身，直接跑出了房间。等男人追出来时，外面的暴雨中哪还有修女的人影？等到了第二天，男人这才在树林里找到了躺在泥地的修女。他连忙将她抱起，本想好好安置在房间里，不料却惊恐地发现海岸线全是鬼子的军舰。没办法，男人只好把修女带回之前的洞穴。然而让他更加惊恐的是，修女因为淋了一夜的雨，竟发起了高烧。眼看修女即将会有生命危险，男人心疼的同时也更加后悔之前的胡言乱语。他连忙脱下衣服盖在修女的身上，然后来到山洞的外面，看着山下的鬼子，男人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接着他趁四下没人注意，悄悄潜入鬼子的营地，然后迅速收起一床被子。他刚想离开，不料就被运动回来的鬼子发现了。男人果断用刀割了对方，把尸体扔到了海里。殊不知，就是他这样随意处理尸体的行为，将彻底暴露自己的行踪。回到了山洞后，男人赶紧给修女换下潮湿的衣服，盖上干净的被褥。做完这一切后，男人也精疲力尽了，坐在一边沉沉的睡过去。等到修女再次醒来时，起初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但看一边晾晒的衣服，她瞬间秒懂这是男人为她换掉了湿衣服。这时男人也醒了过来，他第一时间就冲了上来，然后开始道歉不该说的那些话。随后看到修女一脸的尴尬，这才解释不得不给她换衣服的理由。男人本以为对方会生气，没想到修女不仅没生气，反而还告诉男人她那天晚上逃出去的理由。 I was running from the truth.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uth in what you said. Very next thing, 2,000 Japanese show up. Dear Mr. Allison. 与此同时，鬼子已经发现了海里的尸体，他们一边开始放火烧山，一边组织部队搜索躲在暗处的敌人。很快，男人就发现不对劲。当他在洞口查看时，却发现鬼子已经离他们很近了。男人顿感大事不妙，他心想这次肯定凶多吉少了。随后，他赶紧回到洞穴，把修女安排到最里面。他站在洞口，准备跟鬼子拼死一战。没一会，鬼子就找到了这里，他们威胁再不出去就要扔手榴弹。然而男人却不为所动，只想等最后的时刻到来。突然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，男人赶紧把修女护住。但随后他又觉得不对劲，因为手榴弹的威力根本没有这么大。于是他赶紧探出洞口，竟发现天上有无数的飞机。再看地上，很多的鬼子被轰炸得人仰马翻。男人立刻意识到这些肯定是盟军的飞机，巨大的惊喜让他感到极度的兴奋，当场就开始表演家乡的舞蹈。可没过一会，男人又意识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，以便让盟军尽快登陆。随后他趁着天黑，把防守阵地的大炮后膛给卸了，然后再丢到海里。
接着男人如法炮制，挨个把所有的大炮后膛都给拆了。等到盟军登陆后，竟发现鬼子没有一点抵抗的力量，很轻易的就占领了这座小岛。与此同时，独自经历一夜苦战的男人，最终也幸运的活了下来。此时正被盟军慢慢的抬出战场，而修女就在一旁不离不弃的跟着，脸上竟是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看样子她应该是想通了，决定跟随男人一起过幸福的小日子。